想了个心不说。你只管旁听便是，莫要生事，免得治你一个扰乱神理之罪。哼，此话好生骇人。不过话说回来，季方明在刑部的官职再小，但怎么也是朝廷的亲选之人。若是想屈打成招，来某断然不会见此不管。季方明，虚无缥缈的招式再多，终究不过是花招而已。假的就是假的，终究不是事实。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不就是想要知道当年锦绣坊的真相是为何？可惜啊，你终究是杀错了人，找错了报仇的对象，被人利用却不自知。编树立绳上吧，想要骗犯人开口，这一招可不算新呢。既然你们都想知道，那我便告诉你们真相。陈守节和他的夫人陈氏，就是当年的始作俑者。近来的一切皆是我一人所为，是为那冤死的锦绣坊10几条人命报仇雪恨。你为何如此笃定？自己所知道的便是全部真相。陈氏原本也是锦绣坊的绣娘，陈守节为包庇她，便利用查案之便抹去了她的出身，擅自篡改旁人口供。当年，孔先荣送夏衣之时，去长公主府交接前，曾亲自过目，才拿去与绣娘们核对后才封存。所以，只可能是在接触绣娘的过程中被调了包。事发后，锦绣坊所有人都在羁押审讯，可唯独他陈氏成了漏网之鱼。在我发现事情之后，便去找陈守节试探。守节兄，可还记得此物？锦绣坊，不能提，护命！我错了，我们错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千万不要找我们索命啊！夫人，什么都不能说。就因此，你便认定陈守节就是凶手？知道那些人为何会如此惧怕这些幻象吗？是因为他们知道锦绣坊多人含冤而死，怕他们化身厉鬼来报复，他们的心中有愧。这世上本无鬼神，若真是有鬼，那只在人的心中。若你心怀坦荡，又何须惧怕那些鬼怪上门？沈大人果然正直，但不是所有人都如大人所说的那一般。有些人，即便是办了亏心事，也会装出一副好人的模样，混在人群之中，让你我无法辨别是非。所以，你便杀了陈氏？没错，他该死，他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他就是那个要换了夏衣之时同样的凶手。锦绣坊，还是来了。有什么要说的？太坏了！我杀了他，不过是告慰吴兄的在天之灵，
这又何错？即便是罪恶不赦之人，也得由朝廷律法来制裁。你有冤屈可以申冤，可以翻案，但你私自杀人就是不对。说的轻巧，申冤、翻案，这么多年过去了，谁人不知锦绣坊是冤案？但又有谁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不说别人，就说你，身居要职，高高在上，深得太皇太后信赖，任凭这桩案子埋没这么多年，都不曾站出。既如此，不如我亲手解决了他们才好。所以你杀掉陈氏后，故意留下受刺激失了智的陈守杰，不是念及旧情留了活口，而是想要活着折磨他，对不对？没错，陈氏是罪魁祸首，固然该死。陈守杰，我不杀他，不是因为不想。他包庇凶手，难辞其咎，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我突然想到，何不用另外一种方法将他折磨致死，好让他深深体会在冤案之中失去亲人和挚友那种无助而又绝望的感觉。千荣兄，我总算为你们主持了正义。他们这些人，就该永生永世不能转世轮回。可如今，他已疯疯癫癫，而你们还是愿意相信他是无罪的。你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锦绣坊是冤案的事实，所以你们也有罪。你们都该为此付出代价。什么火娥？火娥！这是在陈守杰府上找到的，属于锦绣坊的布料。倘若他们真的就是你口中说的始作俑者，那又为何会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时刻提醒他们犯下罪过的东西？这不可能。也许对当年的事感到无助和痛苦的，不只有你。我不会错的，我是绝对不会错的。也许你只想要复仇，却没有发现，陈氏到死妄想的都是房梁上那个藏着布条的暗格。也许他想要开口说，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真相隐瞒这么多年，我怕死，为了保全一家人，竟害了那么多人，是我该死啊！终究纸里包不住火，真相就要袒露于世人面前了。寇兄，我对不起你。是我贪生怕死，才会被人胁迫草草结案。想不到，竟想不到，被人胁迫，究竟被谁所迫？你快说呀！你现在认错有什么用？那么多人被冤枉致死，那么多冤魂无法得到安息。你身为父母官，惧怕真凶将真相掩盖。就算你现在认错，但那些人还能活着回来吗？到底是被谁所迫？是皇娥，这皇娥，这皇娥，是皇娥，是皇娥，又是陈火娥。不可能，我没杀错人，
陈氏就是凶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又是受何人指使，引严姓去明胜观？我真被利用了，我真的被利用了。朱生孝，飞蛾扑火，但不知身为蜉蝣，朝生暮死，不入轮回；飞蛾立火不死，轮回重生。季方明，你醒醒吧！孔仙荣到死前都在喊冤，他想要的是一个清白，一个真相。而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被他人利用滥杀无辜，这和当年陷害锦绣坊的人有什么区别？如今证据确凿，你还在这妖言惑众！沈大阁领，你不想知道陈火娥死而复生，告诉我锦绣坊冤案涉案的其他凶手吗？真凶就是鹰王殿下。是鹰王殿下，他嫉贤妒能，对汝宁长公主早有不满，便利用锦绣坊来陷害他有忤逆之罪。你给我闭嘴！不止鹰王殿下，还有贤王殿下，他也不敢屈居鹰王之下，为了掌权夺势，铲除异己。还有太皇太后，他们都是凶手。你们每个人都是凶手。你诬陷皇族，诽谤太皇太后，无非就是想借此一闹，重审锦绣坊旧案。沈大阁领，兹事体大，兹事体大！旧案重审，牵扯甚广，切莫惹麻烦上身呐！这个疯子的风言风语，且当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呀！吴大人，你这个狗官，我季方明没疯，我季方明现在清醒得很，句句出自肺腑。不知沈大阁领敢不敢将我所言一字不落的呈报太皇太后？你还真是怕自己死得不够早啊！若用我一命能继位那些亡魂的在天之灵，值了。既然如此，我便如你所愿。今日之事，我会如实禀报给太皇太后。来忠诚，你觉得呢？沈大阁领是主审，我御茶司不过是来旁听陈氏被杀案罢了。内卫府如何裁断，大阁领定夺便是。一个事不关己，一个老奸巨猾，个个都把自己摘得干净。季方明替锦绣坊冤死的百姓谢过沈大人。哎呀，今日算是见识了刑部严书吏的聪颖与胆识。不知可有兴趣来我御茶司共事？来某正缺少像你这样的得力之人。吴大人，不会这么小气，抓着人才不放手吧？来容人说笑了。严姓他虽说是我刑部的人，可他更是内卫府大阁领的夫人呀。来忠诚，不会是想要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人吧？大阁领这话说的，
看来是来某唐突欠考虑了。我只不过是想拉拢些人才于自己门下，大革领未免多虑了。多虑？这么多年，来中城反咬人一口的能力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官场之事，本应无关家事。以沈大革领的行事作风，怕是严书立整日跟你待在一块破案，那日子也不会好过。再说了，良禽择木，选贤任能，有大好的前程，大革领也别阻止人家呀。我在这棵树上待得还挺好的。我这人吧，好吃懒做，一时还不太想换地方。有劳来大人，您费心了。唉，既然如此，那我就拭目以待，瞧瞧你选的这棵树能有多好。人们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吴大人，你怎么看？这个下官愚钝，情情爱爱的，参不透，参不透。好一句情情爱爱，有意思。姿势体大，姿势体大，旧案重审，牵扯甚广，切莫惹麻烦上身呐。内卫府如何裁断，大革领定夺便是。想什么呢？这么出神。我好累啊，我得去好好歇息下了。有什么不妥吗？云雀似乎对这次的审讯格外在意。锦绣坊旧案，他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如今，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所以你故意留他在府中，就是为了知道他的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景林去查过他，他对此事确实知道的多。不过什么？不过他的父母当年与锦绣坊倒是有颇多生意往来，但是未受牵连。如果是为了自保藏匿了证据，那为什么在陈火娥出现之后，又偷了证据前来申冤？不觉得太巧合了吗？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找他们问清楚呢？时机未到，而且想让他们活着作证，恐怕也非易事。我们在明，别人在暗，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只是锦绣坊旧案牵连颇广，就连吴泰明和来罗之都急于撇清干系，看来事情的真相远超于我的预料之外，可能还会更深。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颜六娘也会有怕的时候。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你当真要将季风明那些离经叛道之话一并呈报吗？锦绣坊一案，我许了别人，要亲自查清楚。别人？不会是汝宁长公主？不知者无畏，知而深深畏。我算是明白了你我之间的差距。
你早就料到了有今日，却还是如此泰然自若。这一切可不像是你平时说的话。你平时要是听到冤假错案，早就跳下来去查了，谁也拦不住。那是当然，有冤必伸，不平则鸣，才不愧视为父母官，不愧拿朝廷的俸禄。可是，我也知道，想要重启锦绣方案意味着什么。仅凭季方明几句话，恐怕长进了。当年的冤案轰动一时，让不少百姓都留下了阴影。如今旧案重审，势必会让以前的阴影再次笼罩，到时候谁都无法避免的。没错，他们想要利用季方明，让锦绣坊旧案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猜疑皇室，让人心动荡。季方明最后也应该明白了，自己是被利用的，但他别无选择。可怜呐，也可悲。你对锦绣坊的案子有几成把握？所以我才担心的。此案过去了多年，你贸然向太皇太后提起，太皇太后不答应重审是其一，万一她迁怒于你的话，应该……所以从刑部出来之后，一路忧心忡忡，是在担心我。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是怕你牵连到我。再怎么说，我现在是有沈府夫人的身份在身上的，还有这一院子的人，上上下下的，我不都得考虑到啊？每个人的立场都很艰难，受冤之人想要重审旧案，而太皇太后想要的，只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那你怎么办？不用担心我，这件事有夫君在的。我都说了，我没有担心你。那家里就交给夫人你了。既然你知道他是麻烦，为何还继续留在府内？他身上说不定还有重要证据。这就是你的解释吗？白无常果真是冷酷无情，就会给人添麻烦。那个景莲，你继续去盯着云雀，若是有机会的话，你再看看他对锦绣坊的案子是否还有隐瞒。是。你帮我去接个人。啊？不是叫你去贞洁，只是需要你潘爷去江南一趟，把人安全的送到湘安来。哦，江南？嗯。我记得沈府那位与你争夫人之位的云雀，也是来自江南的吧？你莫不是吃醋了，想要……拜托。潘大才子、潘爷、潘池，这个忙只有你可以帮我，拜托拜托了。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呀，就是废点腿。这你放心，你回来之后呢，我必定请你吃一顿大餐，再请你喝上上等的好酒。而且，我看出来了，你可不是普通的行商，我肯定不会暴露你惹麻烦的。你在威胁我？当然不是，我怎么敢呢？毕竟我们可是互帮互助的好友呢。哼，只是好友。你说什么？没什么，
那我就等你请客了。哦，对了，这个你带着，顺路。这是什么？这是当年陈火娥行凶杀的人。你这……这些华区的名字吧，案发地都在香安城附近或者临近，有几个你此行路过，就顺便去打探一下死者情况。想蹭你顿饭，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对了，这玩意儿你拿着吧，是我新淘来的。给我把扇子做什么？有什么玄机吗？你可当心点啊，这是有机关的。这扇柄是空的，里面可以装下粉末，只要轻轻那么一撒，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粉末撒出去。扇柄是空的，这是下毒用的？倒也不是这么说，所谓神机暗器，那得具体看什么人，具体怎么用。这么稀奇的玩意儿，你给我？你不会是打算强买强卖吧？那你先拿着吧，要是觉得好用的话，再给我钱也不迟。那不还是强买强卖？这里面有毒吗？倒也不会要人命，不过想放倒一头牛，倒还是很轻松的。哎，都听说了吗？这锦绣坊废墟又现神迹了！真的啊！成群的飞蛾扑墙，尸血成字。这飞虫都在为锦绣坊的旧案喊冤呐！重生火蛾这么邪乎，要找那真凶复仇了！锦绣坊的事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会这样啊？你们没听说吗？又有人因为锦绣坊的事儿掉脑袋了。这是闹得百姓不安呐！可别找上我来！这案肯定是冤案，当年惨死的人太多，得不到昭许，所以才留恋世间。这冤魂不会随便找人偿命吧？啊，我们可都是无辜的呀！听说只有将此案重启，还死者公道，这些冤魂才能安心离去啊！你怎么不吃？你再不吃面该坨了。这么晚回来，肯定是外面吃过了吧？当然，再苦再累，我也不能饿着我的肚子。我这几天可是干了好多事情，可累坏我了。吃啊！我告诉你，我夜探锦绣坊，果然看到了疑似鬼火飘在这个空中，总是有个什么飘来飘去，但是我又看不清楚。哦，这个应该就是百姓口中说的那个什么鬼影。我回来的路上就看见挨着锦绣坊街道的每一家每一户都在门口上挂了这个火蛾玉。一个人夜探，不觉得瘆人吗？那些都是假的，想想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死而复生的陈火娥搞出的名堂。但是鬼火嘛，我倒是经常在夏日的墓地里看到。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那个是尸体腐坏后出现了某种无法察觉的东西，在干燥的空气中被点燃了而已。鬼影的手法应该类似吧？就是一种行动很快的黑色鸟兽的影子罢了。果然，你都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锦绣坊那边本来应该由内卫府的侍卫把守才是，可是今日下午飞蛾扑墙显现出所谓神迹的时候，侍卫却没有驱赶百姓，警铃明明在周围，却只是远远地盯着。所以呢？内卫府要查的事情繁多，季方明已经归案了，没必要管那些。难道不是你在等吗？等什么？等一阵可以助锦绣方案重启的风来。
出去了一趟，身上倒是多了个物件。哎，你小心一点，你别乱动，你别动。这么紧张？谁给你的？我这扇子的银子还没结呢，你别弄坏了。是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莫名其妙的？有吗？有。以后若是我没有做好药膳的话，你要按时吃饭，不许饿肚子。还有，你不许突然说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又摆出一副吓人的姿势，然后你不许突然就……突然就什么？就是突然。不许浪费粮食。哦，不许就不许。但是以后啊，像夜探锦绣坊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许再做了。幸好今夜有我安排的人在周围守着，要不然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回事？头好晕啊！不是吧，盘池，我这次算是为你害惨了。言行，放到一头牛。长夜未央，月色已虚窗。你眼中闪着星光，一触碰，心慌若烛影，摇了如风。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夜路泛黄，思念又牵挂。天都让你比上。指尖碰撞，拥抱来的猝不及防。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飓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想陪你地久天长，等青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不许！
不许。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疾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疾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看来这把扇子得给银子了。想陪你地久天长，跟青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让夫人尽情睡，不用叫醒她。是。好一个季方明啊！无人臣之礼已是大不敬了，他还胆敢利用锦绣坊旧案，诽谤诬陷贤王和英王，真是罪该万死。禀太皇太后。季方明作恶多端，死不足惜，但此案背后仍有他人教唆，利用季方明的执念，散播恐怖。何人所为？正是5年前被捕自枪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陈火娥。什么？一个死了的人，还能在香安城掀起一番风雨？哀家记得，当年此案是来罗之你亲手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回太皇太后，当年陈火娥一案闹得人心惶惶，所以微臣在抓到陈火娥后，便当众公开处刑。当时半个香安城的围观百姓，可都看到陈火娥当众自枪了。众目睽睽之下，尸首也被扔下了乱葬岗。只是什么？只是陈火娥曾当众说出会死而复生的疯言。那你的意思是，他真是死而复生了？近来，坊间的确有传言陈火娥现身，更是有一批追随者确信此人就是5年前被捕自枪的那个陈火娥。但微臣以为，不过是有心之人借此生事，蛊惑人心。众爱卿，陈火娥伪造神迹，引起百姓怀疑锦绣坊旧案有冤，内卫府呈报，陈火娥和锦绣坊2桩旧案并案重新审理，诸位有何见解啊？太皇太后爱民如子，如今沈大阁领有意重新受理此案，臣觉得并无不妥。来爱卿，你有什么特殊见解啊？微臣以为，锦绣坊旧案突然被翻出，恐存内情。但旧案是否会搅了香安城的安宁，微臣不敢妄言。太皇太后，臣才将之前的卷宗翻出，仔细查看后，就发现仍有疑点未解。太皇太后向来体察民情，爱恤民命，臣知此事困窘，但不敢不如实禀报。太皇太后，儿臣认为沈阁领所言有理，若能查清此事，给百姓带来踏实安乐，定是母后所愿。此举也能将母后解民困、纾民忧之心，让全天下百姓皆知。好一个解民之忧啊！沈爱卿，
哀家就将此案全权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彻查清楚。臣领命，定不负太皇太后所望，早日将凶手捉拿归案。你对沈大哥令重查此案一事有何看法呀？当年的事情闹得人心惶惶的。对呀，要不然这件事也尘封了呢。臣告退。殿下从来不过多的干预朝政，此次未免让别人注意到了。老师，本王此次没想那么多，只想看看沈度此人会如何查办此事。当年汝宁长公主因锦绣坊被涉案问罪，就有声音怀疑是与长公主不睦的英王所为。此次旧案重查，若真查出真相与英王有瓜葛，那对我们说是天大的好事，正好借他们的手帮助殿下铲除异己。老师多虑了，本王只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而已。